男嘉宾邓先生39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名工人。女嘉宾杨女士38岁，来自辽宁，也是一名工人。有请两位。对丈夫有些不满。是的。你们结婚有多长时间了？我们结婚16年了。在这16年里呢，我跟他也可以说走过风风雨雨吧。但是呢，他在我和他这个大家庭中呢，他忽略了我们母女。无论任何事情，他都偏向他那个大家庭，然后来说啊，你作为媳妇儿，你必须忍。就他说这个事情吧，有些事情不是说像他说那个样子的，他老认为我这个像着家里边，不像着这个小家庭。作为我来说，我哪边也没偏袒。你总是这么说，咱们不说远的，咱们就说近的。今年初的时候，你弟弟说买房子，然后给二老住，他拿钱，那他为什么朝我借钱呢？借钱这个事儿，首先我兄弟吧，条件也不是那么特好，对不对？人钱不够，所以跟我说一声，这很正常，咱给拿钱很正常点事儿。我怎么没听懂啊？这爸妈要住楼房，你们哥俩都拿钱就完了，干嘛弟弟拿钱还跟你借呀？是这样的，我小叔子跟我婆婆是这么说的，说妈，我买房子孝敬您二老，但是呢，他呢朝我借钱也行。小叔子，你跟我说对吧？但是呢，是我婆婆给我打电话说啊，那个这个钱呢，你看你得拿。就好像这钱我不借不行。如果说你兄弟俩买房子，我也认，毕竟就是说有我一份孝心在里头。但现在呢，孝心没有我的，所以说呢，孝心没你的钱还得拿。对呀。所以他说这个事儿吧，说老人买房子吧，我的爸爸妈妈在农村住着，冬天吧也挺冷，然后就做个楼房。我是个儿子，我拿钱，我要不然我是。应该的，他说你给你兄弟拿钱的，你就是写个借条。我和我兄弟从小长大，感情相当好，写个借条，那彼此之间，这兄弟怎么办？那这钱你到底要不要你兄弟还吗？他有他就还呗，但是我也不能逼命啊。你听，你媳妇就担心这个。不是为什么要还呢？你不是说给爹妈买的吗？但是那个我小叔子说是他出钱买房子。给爹妈住，名字写谁的？名字当然是写我小叔子的了。如果要是说写我小叔子和我爱人的名字，那我拿钱我理所应当，孝敬老人也是理所应当的呀。我认为这里边也没什么，就是老人住过房子，我拿点钱呗。哎，那你换个思路啊，小叔子借你一点钱，然后你孝顺父母，写你的名儿，这个你同意吗？这我当然同意了。对呀。我也没那么想那多的事儿啊，不是吗？好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事儿多了去了，就拿过年前来说吧，我就是给我公婆买了2件名牌的羊毛衫，当时花了将近我1个月的工资，我孝敬我的婆婆。过年的时候呢，我小叔子的爱人买了2盒筷子。我婆婆没穿我买的羊毛衫，一到吃饭前拿着这个筷子就说啊，这是老二媳妇给我买的，你看老二媳妇多关心我呀，知道这个筷子要经常换，知道我不换，对我健康好，回回就这么说。当初妈在饭桌上说话的时候，你作为儿子，你要是跟你妈说一声，你说妈，那小菊给你买的衣服你咋不穿？当时他就没有说呀。当时大过年的那都挺高兴。我一提这个，我说这玩意儿跟人家捡来似的。我说这玩意儿你稀有了，给你买了，让爱穿就穿，不爱穿就不。钱找，咱说一个女人结婚生孩子是大事儿吧？咱俩是原来在一个单位，咱俩认识2年，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，但是我不了解你那大家庭，我不知道你家庭对我是什么看法。你骗我当时，如果你要是不那啥的话，我兴许也不会嫁到你家。骗你什么了？这么严重？其实当时吧，我父母吧是农村的，生活比较苦，比较累。说这个儿子，你找对象吧，找个家庭好一点的。我说行，我说咱照着标准找。然后这单位我就看上他了，他家庭一般，
和我母亲要求那个希望嘛，有点差距。完我就跟我母亲说了，我说他啥都好，挺好，我说人好，我说条件也好，我说你就答应吧，我说你就让儿子就娶她了吧。所以其实你老公是骗了他的母亲，这门婚事才成型的。是的，这就怨他当初就不应该欺骗我。婚后呢，这婆婆知道你们家条件一般了吧？知道一般，但是结完婚之后，因为我和婆婆不住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婆媳之间呢也没有什么过大的就是瓜葛。但是呢，就是我怀孕之后，快要生产的时候，因为在我们当地有个习俗，就是说媳妇儿在预产期前半个月或者1个月，婆婆会到媳妇儿家里来照顾媳妇儿，防止提前生产。她当时是白班夜班倒着上。你万一不在家，你说我生产了，我找谁去？就当时吧，就赶上什么过年，完我给妈妈打电话，我说妈，可能快生孩子了，我说你有时间你就过来一趟，陪陪他。来了吗？因为当时家里边是过年30挺忙的，这么的就是把时间耽误了。是我姑娘是那个年后初8生的，她上夜班，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呢，把我疼醒了。我弟弟在我家陪着我，我疼醒了，我就拽我弟弟，我说你起来，然后他趴着睡呢，怎么叫也叫不起，因为当时我小弟小，才10多岁。然后当时我们没有那个手机，拿着 IC 卡，而且 IC 卡里呢，里边仅仅只有2毛钱。我拿着这个 IC 卡下楼打电话，我家6楼，我来回走了4、5回呀。往他单位打电话，他也没有接。最后我挺到3点多钟，我一看实在不行了，我就叫我弟弟，我说你赶紧上隔壁，让隔壁打电话，是隔壁邻居和我小弟，然后把我送到医院生的孩子。当时大冬天39天，东北的39天要多冷，一般东北人都知道。我小弟就穿着一个单裤子，和邻居把我抱到车上头，然后生完孩子之后，我合计我小弟在哪呢？我没看着人，过后我才知道，他蹲在那个暖气那块儿，一个小孩蹲在那，很苦的。我小弟这我不说了。第2天他和婆婆来之后，那是什么态度啊？不闻不问的，知道是生个女孩。在没生孩子之前吧，我妈妈就说，哎呀，咱家吧，这应该再生个大孙子，那就比较齐全了。来了到医院一瞅，不是大孙子，是大孙女。然后这个心情他这个也就不得劲儿呗。我能理解老人嘛，农村希望抱个孙子，可能絮叨说了2句，他怎么做的呀？他也是个小子迷，他当时没看孩子，我说你看看他呀。他说啊，没事，孩子因为孩子在我旁边，他说孩子在旁边呢，我看着了。然后呢，孩子渐渐长大了，我也不能成天在家带孩子吧，我就天天抱着孩子去上班，然后在单位附近呢找了一个幼儿园，等下班的时候接孩子再带回家。大冬天的，孩子冻得在车里头哇哇直哭。然后呢，我说你看你给妈打个电话，让妈帮带吧。他当时打电话了，完妈说那个没时间。我接过电话，我说妈，您没时间，您不能上这儿来带，那我把孩子送到您那，您在家里头还能照顾家，还能帮我带孩子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但是我婆婆还是说不行，带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娘家妈呢？有没有时间过来帮把手？是啊，毕竟我怕我婆婆挑我理呀，所以我先跟婆婆说的，婆婆不帮我带，那我只能找我娘家妈了。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妈，你上咱家来吧。我妈来了，帮我带的挺好，帮我照顾家，我和她日子过得也很舒服。我一合计，就是说我妈帮我照顾家，她需要就是说日常的支出，所以我把就是我们俩人的工资拿出来，放到那一个地方，告诉我妈，妈，你什么时候用钱，你什么时候拿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出现什么矛盾了？但是呢，就是没过多久，我婆婆来了，
这个事儿你就让他说吧。毕竟老人嘛，他也想孩子，他就来了，来了就得吃饭呢，就得准备啊。这不钱不都给那个丈母娘把管吗？我说那个，我说妈，我说你拿点钱吃个饭什么的，多买点东西。然后这个那丈母娘就把钱拿过来，我妈一瞅，这儿子钱怎么都在那个老丈母娘手呢？完他就给我拽过来，他说这儿子，你这钱怎么还给人管了呢？我说我这上班没时间呢，照不了孩子，我这有钱方便就给人家管呗。他说那钱给人管了，慢慢的这什么都归人家了吗？不是吗？我婆婆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就是赶我妈走吗？不让我妈在我家住吗？我妈一听这话，当时掉头就走了，啥也没说。那不是话赶上赶一块堆儿来了吗？你干嘛了在当中？赶一块堆儿是赶一块堆儿了，那你在中间，你是不应该说句公道话？你是不应该替我妈说句话呀？我弟弟受委屈了，我妈受委屈了，我家的委屈都得我来承受吗？我当时想说来着，那咋没说呀？我说我妈指定不高兴啊，还得说我呀。那我要是劝了丈母娘给我带孩子，就赐给女儿的，也不高兴啊。我一想，得了，咱就少说两句呗。哎，是不是家里不管出现任何问题，你都是不说话呢？我也想说，但有时候一合计呢，就没说出来。你觉得都是小事儿是吧？你能理解他为什么气成这样吗？我这个大老爷们儿天天上班出拉拉的，也没合计这多事儿啊。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怎么了是吧？这我妈说两句，就当说我一样嘛，这都能理解。他妈假如生气说我两句，我也不吱声。就这样，我问你一句话，现在你妈不在这儿，对吧？就对你女儿的这个问题上，你觉得你妈和她妈哪个对你的孩子最关心？他们都不在这儿，你可以说说吗？我感觉都差不少。我妈也打电话也问呢，也是。我说在实际的行为的过程当中，谁对你的孩子付出的更多？那他妈付的多点儿呗。那不就是了吗？你这种话呀，你当面不好说，你背后跟他说，他心里也舒服呀。或者等你丈母娘在，你妈不在的时候，你说他也舒服呀。这个男人真的是双面胶，你跟媳妇儿说的话和你妈说的话是不一样的话。你倒好，省事儿，啥也不说，就把他气成这样了。准备怎么办？是你要来的吗？今天？是的，想让他改改，想让他改。我也没做错啥事儿啊。哎呀，你是真能凑合呀！你知道他来干嘛的吗？这来我才知道大概意思。让你来你就来了。我就合来就来呗。这家里这点小事儿，说呗。你觉得没啥问题哈？他觉得问题老大了，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怎么帮你们吧，好吧？一起来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男生，我要问你，像我们在这个节目，每一个节目都里面有什么担当，什么担当，你听过吧？你知道你在家里是什么担当吗？就干活挣钱呗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担当，你是一切担当，你要扛起责任来。我认为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可是我觉得婚姻跟孝顺之间如果有两难，其实要解决的绝对是你。你老婆并不是一个不孝顺，她很在乎你家里，过年还会买一个衣服给你妈妈，其实她想孝顺你的家里的，她有这个心，可是她没有得到好的回应，然后她就积怨已久。可是你刚刚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，说来就来呗。两个人成为一个家庭，这个家才是你首要先顾好的，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孝顺，而是你必须要处理这样的尴尬。接下来我想跟老婆讲一下话，你有两个方法解决，第一个叫消极的方法，第二个叫积极的方法。消极就是忍，一年反正就过年回去一下嘛，就忍一下。第二个叫赢得他妈妈的欢心，其实你可以做得到，看你愿不愿意做。老师，请您指点我。OK， 我老婆会指点你。
因为我必须说，我老婆家事煮饭都不会，可是我妈妈很在乎儿媳妇会不会做饭。可是现在我敢说，我老婆用了一些方法，用了一些智慧，她现在是我妈妈最喜欢聊天的，每次都问我说：“乃馨啊，在哪里啊？我们想她。”其实你可以做的，先生，你必须要担当，你把它当作问题。王老师，我估计女士急死了。乃馨老师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等一下，乃馨老师会讲。我接棒是吧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跟我婆婆怎么相处的。我婆婆希望媳妇儿呢能够会做家事，会烧菜，然后呢家里大小事情都要打点的好好的。我一样也不会。一开始我就先坦白从宽了，我就跟我公婆讲，我说爸妈真的非常抱歉，因为从小我妈妈很能干，所以我不是很会做菜，但是我愿意学。其实我7年来都没学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说，但我很愿意学。然后呢，我特别会做一件事，就是撒娇。跟婆婆撒娇比跟妈妈撒娇难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隔亲嘛。但是2个人中间要破冰，必须要有一个人先要很热情。我刚开始结婚3天2头就会打电话给我婆婆说：“妈，你在干嘛？”她刚开始真的有点尴尬，因为她不知道她要回答我什么。我说：“妈，我在想你耶。”她一定觉得很怪。然后我在旁边说：“哇，你好恶心哦。”对，她真的是这样讲。她说：“你一定要跟我妈讲话这么恶心吗？”但是我的恶心换来的成果就是我婆婆开始会跟我谈心。然后我本来国伦，她以前呢就是1、2个月呢去看看爸妈，然后呢逢年过节会送红包。但是我跟她结婚之后，我是每个礼拜都拖着她去看我公婆的，所以我婆婆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她看不到她儿子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期待她担起粘合剂的责任，她办不到，你才是粘合剂。一个智慧的女人是建立一个家庭，甚至是2个家庭之间最重要的人。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如果你现在是他妈，这2兄弟你喜欢哪个？我和他的母亲吗？我说如果你是他妈，就是你是你婆婆，这2兄弟你会喜欢哪个？我会喜欢他。你会喜欢他？我告诉你，你会喜欢他弟弟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人的内心深处都喜欢听好听的，都喜欢顺着你说的那个人，而往往在生活当中，像他这一类的嘴笨的，只会摸着头去做事儿，做事儿不知道拐弯的，一定不是父母喜欢。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但他其实心里非常清楚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，所以才会在最初违背父母的意愿，娶了家境贫寒的你。他知道什么样的媳妇儿对我好，他也知道丈母娘对自己的孩子有付出，他只是不会说。所以你既然是了解他的人，了解他的长项，了解他的短处，了解他的好，了解他的不足，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？除开那个婆婆和那个家庭所有的纷争之外，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你应该是挺幸福的，因为老公真心待你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至少有一件事情你们2位都要学，叫示弱。当婆婆你觉得有些强的时候，你就弱一点，弱者才会被同情被关注，你总很强，人家觉得不需要啊。你也要示弱，不管谁对谁错，家里的事情说不清，你要跟老婆示弱，经常道歉就得了。如果你们都能学会示弱，可能家里边那个你处不好的婆婆，你无比尊重的妈妈，就不再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任何困难，好吧？来，2位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宝宝来到了这个节目，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坏。我这人就是不会表达，不会说话。
我还是请您给我机会，让我去努力去做这些事情，慢慢让我去表现吧，我会努力。通过导师的点评呢，我也感觉到或许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也兴许我要求你呢太过于高了，我就希望你呢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你能为我们母女俩想一想，为我们这个小家想一想，以后呢我们俩有事情时常的沟通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回去再短暂的思考一下，请回2位，请关门。好了，2位考虑的怎样了呢？请开门。加快点步伐嘛，老师不紧不慢的。来来来，把老婆接过来。这丈夫老是不紧不慢的，你能主动一回吗？能不能牵个手或什么的？主动一回。对，哎呀，来，请上我们的小花童吧。谢谢。来，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吧。我还是会真心爱你的，请你原谅我的以前的不关心吧。你以后只要对我们母女好就行了。这是易贝诗呢为我们爱情保卫战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，送给你们，这象征着浪漫和甜蜜的爱情。谢谢。2位请回吧。